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。俗话说得好，一鸽胜九鸡，意思就是说，一只鸽子它可以有超过9个老母鸡的营养价值。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，但是也说明了鸽子它是一个非常营养丰富的食材。今天我们就用鸽子做一个非常营养滋补的炖汤，那就是鸡松茸炖鸽子汤。首先我们准备鸽子1个，还有适量的瘦肉。鸽子的话，我们首先选择老鸽为最佳。接下来就是这款汤的辅料：鸡松茸、红枣、枸杞、陈皮、原肉还有姜。现在手上拿的就是鸡松茸，鸡松茸它较为鲜美，又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，然后将松茸、红枣、枸杞、陈皮等辅料放进来，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轻轻的搓洗一下，洗去上面的灰尘还有一些杂质，给它用手稍微的淘洗2到3遍，直到淘洗的清水清澈没有杂质就可以了。然后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先处理一下鸽子。在炖汤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鸽子身上有几个部位是不能食用的。除了鸽子的屁屁，还有它脖子上的皮，我们都应该去掉。还有它的头部，因为食物和环境的影响，它的头部和脑部都会隐藏着很多的重金属，所以鸽子头我们也是不建议食用的。在这里一个小炖盅，我们用半个鸽子就足够了。还有鸽子的脚趾又脏又锋利，用刀将它剁掉，然后在关节处把整个脚剁下来，然后再将鸽子砍成3大块。砍好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小块的瘦肉，加少量瘦肉的目的可以让汤喝起来更加的鲜美。先将瘦肉改刀切成粗条，然后再将瘦肉改刀切成小方块，切好之后和鸽子放在一起备用。然后再准备几片小姜片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将砍好的鸽子直接冷水下锅，再给它来上些许的料酒去腥。有些人将鸽子直接下锅炖，那是错误的，因为在焯水之后能够去除血水还有浮沫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既不会有很浓重的腥味，而且汤色也比较清澈，不会有黄白色的浮沫。而焯水之所以能够去除腥味，主要是因为肉类的腥味来源主要来源于血液还有体液之中，而焯水之后，这些物质都会溶于汤水中的油脂中，形成表面的浮沫。焯水后的肉就会既鲜嫩又不会觉得腥了。将炖汤的肉料完全的焯透水后，将其捞出来冲洗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炖盅，把焯过水的瘦肉放进来垫底，然后再将鸽子肉依次的放进来。接下来把辅料鸡松茸放在面上，大概4、5朵就足够了。然后再来上红枣2颗，陈皮1小块，再来上原肉2颗，还有少许的姜片。接下来就将炖盅加满热水，还有最后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加1小勺的花雕酒进来。花雕酒可以增加汤的香味，因为酒精可以和汤里的物质在加热的条件下发生反应生成酯，而酯是有香味的，所以不但能够去腥，而且还能使汤更加的鲜美。然后盖上盖子上锅炖1个时辰，要是在酒店的话，我们最起码要炖足2个时辰。最近我怎么发现我这个橘猫长得好快啊？刚捡回来的时候狸花猫明显要大一点，现在怎么看狸花猫没长个啊？现在这2个老是粘在一起，真的是。刚捡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狸花猫我本来想送人的，但是现在又舍不得了，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，而且这狸花猫性格非常的好。
A few moments later. 好了，现在已经炖了1个时辰了，将盖子打开。在出锅前，我们加少许的盐调味。枸杞的话，我们出锅前1分钟放，或者是出锅后再放都可以。如果是刚开始就放枸杞下去，那炖的时间过长，容易发酸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们的这一款鸡松茸炖鸽子汤就已经做好了。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，它的汤色是非常的清澈的，汤色也非常的金黄，看着就非常的诱人，且带有一股松茸的香味，闻起来就非常的好喝。最后说一句，鸽子汤虽然很补，但是不要喝得太频繁了，1个月喝1到2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